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升级，双方在向战场投放无数武器装备的同时，也导致大量作战人员的伤亡。因此，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持续作战能力将成为影响胜负的重要因素。但无疑，乌军的战争韧性要更强一些，最终获胜的机会也更大一些。乌方在24日宣布将开始新一轮征兵动员，60岁以下的相关人群都会收到征召通知。而乌方最新的征兵动态也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乌克兰大规模的补充兵力意欲何为？乌克兰的潜力到底还有多大？以及乌克兰志愿军团，或者说是为乌克兰而战的俄罗斯人，又指的是哪些人？本期视频，火力军就来揭晓答案。面对此次乌军的动员，火力军总结了3个要点。第一个是征发的原因。按照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征兵和社会支持中心负责人马克西莫夫的说法，既要加强防御，也要在一些方向上为发起进攻做准备。就是说，乌克兰军队需要兵员，不仅用于防御，还要用于进攻，以解放乌克兰全境的领土。第二个是征兵范围，所有60岁以下的都会收到征兵传票。第3个是征兵方式，战时状态征兵通知可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发出，而且乌方还指出，此次动员将持续到2023年，所有有服兵役义务的人会优先收到征兵通知。但总的来说，乌克兰此次征兵的标准相对此前并没有什么变化，乌军一直都是将所有18到60岁男性纳入征兵范围，同时乌当局一直是禁止18到60岁男性离境的。按照此前俄军公布的图片视频显示，俄军确实缴获了一定数量的苏联时期的士兵证，可见乌军此前一直在动员40-50岁的老兵参军。这次动员还不能反映乌军兵力很紧张，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乌军现在的兵力满足不了战争目标。之前说过，乌军在10月初拿下红利曼和赫尔松突出部北部后，虽然依然保持主动权，但基本没什么进展。这一局面到目前还没有多少改变，除了天气方面原因外，也反映了乌军此前是依靠优势兵力多点出击才打开的突破口。但在目前俄军逐渐增兵的情况，乌军此战术确实越来越难发挥作用，尤其是最近的半个月内，原本对乌方大好的局势又扯回到了势均力敌、分庭抗争的局势中。一方面是因为俄罗斯正在转入战时经济体制，二次动员的可能性也在提高。动员虽不是立竿见影的咒语，但还是能很大程度缓解俄军目前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按照目前民调，共和党赢得美国中期选举的可能性明显回升，而且共和党内部亲俄的国家保守派的话语权同样在增大。虽然共和党不大可能断掉对乌援助，但也加大和民主党扯皮力度，拖慢了援助效率。同时，民主党内部的进步派对俄乌战争同样有了不耐烦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当然要抓紧时间扩军增兵，趁目前掌握战争主动权的情况下，发动攻势扩大战果，才能面对此后可能存在的不利因素。从目前俄乌冲突发展的变化情况看，虽然前段时间俄军大规模使用精确制导弹药和制空弹药对乌境内基础设施进行杀伤破坏，但双方的地面战场依然处于缠斗状态。在乌东部地区，双方沿克里米纳、斯瓦托沃一线展开激战，在多个地点胜负难分。乌军使用海马斯火箭炮持续打击卢甘斯克地区的俄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俄军重点围绕巴赫穆特周边地区展开攻势。在乌南部的赫尔松州，俄军正在第聂伯河附近建立后备阵地，为守卫赫尔松市进行防御准备。比如，俄军在赫尔松州境内交通要道上埋设地雷，来阻止乌军的反攻脚步。而乌军南部作战司令部强调，俄军在撤离民用机构和管理人员的过程中，也正在加紧修筑防御阵地。乌军国防情报局长基里洛·布达诺夫近日对外表示，俄军虽然正在赫尔松城内展开撤离行动，造成了一切都已经撤走的假象，实际上俄军正在向赫尔松城内部署部队，并准备在城内展开防御作战。
同时，布达诺夫还宣称，俄军将在赫尔松城内遭遇乌军在马里乌波尔的命运，预计乌军将在今年年底拿下赫尔松城。而从当前俄乌冲突总体态势看，双方战事已呈焦灼状态，长长的战线犬牙交错。现在双方交战线已长达2000多公里。这种犬牙交错状态对单兵的作战素质要求极高，双方经常面临一种渗透与反渗透、机动与反机动的作战环境。因此，对于刚刚被征召的双方新兵而言，就是噩梦级的战场形态。而论起后续的动员潜力，俄乌双方都还是有的。俄罗斯目前动员30万人，相对1.4亿的总人口而言不值一提，但其国内厌战情绪高涨，动员难度无疑会增大很多。反观乌克兰，从2月份到此次动员之前，乌军已动员70多万名军人、9万名警卫队、6万多名边防军、10万多名国家警察，总动员兵力超过100万人。对于失控的3000多万人口而言不算少，但也远远没有达到总体战力10%以上动员率的极限。加上乌克兰西部在此前征兵动员里没有受到影响，又有西方的大量援助，因此乌克兰今后的动员率可能会高一些。不过问题是，现在双方的退伍老兵基本动员完了，在后续作战中双方都将面临不小的麻烦。比如俄军就面临着高素质兵员短缺的问题。不久前，俄政府发布动员令，征召30万人参军入伍。美战争研究所宣称，为填补冲突前线人员短缺而动员和部署的俄军士兵正在影响俄军的战斗力。同时，由于战事需要，俄军训练机构中的军官和士官被大量派至前线作战，并出现伤亡，这也影响俄军训练体系。如果训练机构中缺乏专业的教官，将会导致新兵训练质量大打折扣，所以俄军不得不再次动员，甚至用上了监狱招兵的套路。而乌军现在也同样面临相同的问题，若是后续部队训练跟不上，部队战斗力变低将成为必然，最终导致之后的战斗变成双方都难以忍受的超级烂仗。但与俄军不同的是，乌克兰背后有欧盟。在欧盟的帮助下，乌克兰目前有能力每月培训和武装大约5万人，虽然不多，但也能保证乌克兰军事动员的持续进行，最终确保武装部队在人数上的优势。另外，乌军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能在关键时刻左右胜负，那就是乌克兰的志愿军，准确地说是乌军的国土防卫军。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的3天后，泽连斯基就发出了倡议，效仿2014年顿巴斯冲突时所组建的那几个志愿营那样，成立国土防卫军，以此来帮助抵挡俄军的攻势。而申请加入该部队的主要要求是符合所有选择标准的军团候选人，在经过彻底检查和培训后才能正式服役。这个消息一经放出，就有大量外籍军人希望加入其中，帮助其对抗俄军。当初仅几天时间，世界各地就有16000名志愿兵在快马加鞭赶来。据了解，这些志愿兵大多都是退伍军人，因此他们也都有着极强的战斗技能和军事素质。无论是百步穿杨的狙击手，还是防空导弹、反坦克导弹的操作手，甚至是坦克驾驶员、炮手，是应有尽有。当然，在这些人当中，也有人其实并没有任何军事经验，在人身安全会受到极大的威胁下，依旧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战争中，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乌克兰的军事损失。而在乌克兰这个国土防卫军中，有2支极为特别的部队。第一支是由白俄罗斯组成的白色军团，曾经至少有超过1000名白俄罗斯人在华沙接受过训练。第2支部队的名号则更为响亮，叫做俄罗斯自由军团。该军团的人员组成主要是俄罗斯流亡在外的反战人士，还有就是在战场上投诚的俄罗斯军人。在俄乌开战不到1周，俄罗斯军队中就有一个连队自愿加入乌克兰。该连总共100多人，他们就是最初的俄罗斯自由军团。该军团士兵在2022年3月下旬开始训练，在乌克兰教官的指导下，学习如何使用英国援助的反坦克导弹。到了9月，已经有3家俄罗斯援乌志愿军组织在乌克兰达成合作协议。
他们分别是俄罗斯自由军团、俄罗斯志愿军和俄罗斯国家共和军。俄罗斯自由军团使用的是白蓝相间的臂章，它模仿了俄罗斯国旗的设计，但是将红带改为白色，以消除与血液和暴力的联系。这也是俄罗斯境内外反战者的一致标识。对于外界而言，俄罗斯自由军团一直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加入部队的方式也是所有志愿兵里最严格的。他们不仅要通过彻底的检查，还要通过2次测谎仪审核。这些措施都是为了防止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特工混入其中。而对于这支部队，克里姆林宫虽然在明面上很少提及，但是私下里则是一再派出各路特工，试图定位并且摧毁他们。现在俄罗斯自由军团的兵员数量正在进一步扩大，甚至到了无法处理如此众多的加入申请的地步。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曾表示，申请加入军团的数量远远超标，我每天都会收到雪片一样的加入申请，可能就连乌克兰人也没想到，来乌克兰打俄罗斯人的俄罗斯人怎么会有这么多。另外，白俄罗斯人和俄罗斯人也并非东欧唯一的志愿兵来源地，还有许多格鲁吉亚和波兰士兵在乌克兰参战，这些部队对俄罗斯可是有着深刻的记忆，因此在战场上作战也十分凶猛。比如早在6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有2个营的波兰志愿军抵达了乌克兰第聂伯河地区，他们都装备了反坦克武器，给俄军的装甲车辆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让卡德罗夫放出狠话，说要闪击波兰。毕竟对于波兰而言，他和乌克兰的关系可谓是唇亡齿寒。除了有志愿兵参加乌克兰外，波兰还主动要求美国把军队部署在波兰，这也自然是为了防范俄罗斯。而对于格鲁吉亚人来说，帮助乌克兰兄弟是原则问题，因为只有乌克兰人在90年代俄罗斯侵占格鲁吉亚时支持过他们。而对于格鲁吉亚军团而言，他们与俄罗斯的战争早在2014年就开始了。在那个时候，格鲁吉亚军团的士兵就已经战斗在乌克兰的卢甘斯克州，而在俄乌战争打响后，该军团也是第一个加入乌克兰军队的单位。所以对于这支部队而言，这次的战争正好可以与俄罗斯好好算一算旧账。当然在这里咱们也不能忘了波罗的海3国，在这场俄乌战争中，这哥仨可以说是在全力支持乌克兰，出枪出人，毫不吝啬。战争刚开始的时候，立陶宛捐赠的反坦克导弹、防空导弹就运送到了乌克兰。随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捐出了本国国防预算的1/3来支援乌克兰。3国的志愿军也迅速地进入到乌克兰境内。虽然数量不多，但是也能看出波罗的海3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十分迅速坚决。毕竟此前苏联给3国的记忆并不美好，为了防止俄罗斯再度扩张，威胁到自身安全，3国对乌克兰的支援可谓是不遗余力。除此之外，还有斯洛伐克为乌克兰提供坦克和重型武器，而在乌克兰军队这边，车臣志愿兵也选择加入乌方。他们都是杜达耶夫那个派系的车臣兵，一开始也是在基辅作战。在普京派出车臣部队之后，他们便主动要求去卢甘斯克，要求去会一会卡德罗夫的车臣第141特种摩托化团。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虽然俄军和乌军都在抓紧时间增兵备战，但是很明显乌军的优势更明显。另外还可以肯定一点是，俄乌双方都拖不起这场战争，基本可以预测，等到12月入冬后，双方都会发起攻势。或许我们可以看到此前在俄乌战场上未见的大规模决战。好了，关于双方的动员增兵做法，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